西施的淡粉色纱衣溅满鲜血，趁着混乱抱起白猫，撞破回廊围栏，纵身跃入漆黑湖水。吴国姑苏台，响鸡郎。这是吴王夫差的杰作，只为了一个女人，他最宠爱的乐女西施。只要西施穿上特制的木屐，在廊上起舞，清脆的击响便会带动廊下的铜铃走出天籁之音。今夜廊上却有2种舞步，一种属于西施，她身着薄如蝉翼的淡粉纱衣，赤足双足，步履轻盈，落地无声。西施像暗夜中前行的猫，每个动作都与阴影融为一体。她的目标是回廊尽头那间寝宫，今夜是她等待许久的最佳时机。夫差大宴群臣，酒过3巡，此刻是防备最松懈的时候。西施的呼吸平稳如水，心跳沉静如石。3年的宠妃生涯磨掉她所有的棱角，却将她的杀意磨砺得更加锋利。她的指尖藏着一根比绣花针更细的毒刺，那是从越国带来的最后一件嫁妆。另一组舞步来自她的记忆深处，那是好姊妹郑旦的妙舞，响亮、清脆，充满生命力。3年前，在越国的训练场上，郑旦笑着对她说：“西施，你看，我的舞是跳给所有人看的，要像太阳一样灿烂；而你的舞是跳给鬼神看的，要像月光一样清冷。我们俩正好是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。”那时，双书美人计，完美无瑕。郑旦在明处吸引所有的目光，西施在暗处完成致命一击。然而，命运无常。初见夫差那一刻，王没有选择太友，却对那轮清冷的月亮伸出了手。于是，月亮被迫升上中天，而真正的太阳却被投入了永恒的黑暗。3个月前，郑旦在冷宫病逝的消息传来，轻飘飘的，像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，却在西施心中砸出无底深渊。西施的脚步停在寝宫的雕花木门外，她能清晰听到里面传来夫差那略带酒意的酣畅呼吸。门没有锁，只需轻轻一推。突然，一阵极轻却又极其熟悉的铜铃声从回廊的另一端响起，叮当。那不是木屐舞动的乐章，而是某个物体急速掠过时带起的微弱声响。西施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全身肌肉在一瞬间绷紧，从一个准备试气的宠妃变回了那个在溪边与白猫对峙的刺客。这个声音是他的老师，那只名为雪团的白猫在发出紧急警报时才有的动静。这是一个陷阱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寝宫内夫差的呼吸声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金属出鞘的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西施毫不犹豫，身体违反常理向后一折，如同一张被拉满的弓，猛地弹向身后的黑暗。就在他离开门的一刹那，数十只利弩噗噗噗从门板内侧穿刺而出，将他方才站立之处的空气射穿。西施落地无声，几个闪动退到回廊中段的梁柱之后，心在胸腔中狂跳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一种被彻底看穿的惊骇。寝宫的门猛地推开，走出来的不是夫差，而是另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——范蠡。他手持青铜剑，剑尖还在滴血。他身后数十名吴国甲士鱼贯而出，迅速占据回廊各个角落，将西施所有的退路全部封死。为什么？西施的声音清冷如冰。勾践等不及了，他认为你已经被吴王的恩宠顺服，所以他派出新的剑来。范蠡的语气苦涩，而我的任务是为新剑清除掉可能暴露的痕迹。
比如一把已经生锈的旧剑。生锈？西施笑了，那笑容在月光下凄美又危险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，我的老师？话音未落，西施动了，她不再后退，而是前冲。西施身形鬼魅，脚步踩着奇异的节奏。响击廊上的铜铃第一次在她脚下奏出杂乱无章却又暗藏杀机的乐曲。无国甲士的刀剑在他眼中只是缓慢的木桩，他闪躲腾挪，淡粉色纱衣在刀光剑影中翻飞，却没有沾上一丝血迹。他的目标不是甲士，而是范蠡。范蠡瞳孔一缩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西施。这不是他教的宫廷舞，这是独属于他的白猫剑舞。西施没有剑，但他的身体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最致命的剑。叮当一声脆响，西施已近在咫尺。只见那根淬毒的细针直取范蠡咽喉，范蠡横剑格挡，但西施的攻击只是虚招。他的手腕轻巧一翻，避开剑锋，五指如爪抓向他手中的剑。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一个刺客怎能没剑？锵！一声刺耳的金属交鸣，西施的指尖与范蠡的剑锋没有直接碰撞。在两者相触的前一刹那，一柄更古朴、更沉重的青铜剑从阴影中斜刺而出，精准架在了两人中间。两剑相击，火星四溅。西施与范蠡同时感到一股巨力传来，各自向后震退了数步。回廊阴影中，一个高大身影缓缓走出，他身着普通的丝质长服，剑眉星目，自带一种君临天下的威压。来者正是吴王夫差，他不是酣睡的醉汉，也不是被蒙蔽的君王，他一直都在，像一颗高明的猎人，静静看着自己布下的陷阱。西施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这个他迷惑了3年的男人，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一切。美人夫差的目光落在西施身上，那眼神不再是宠溺，而是一种混杂着欣赏、玩味与绝对掌控的复杂情感。你的舞，今夜才是跳到了精髓，比响击郎的任何一次更让寡人惊艳。范蠡脸色苍白，躬身行礼：大王退下。夫差的语气平淡，却不容置疑。这是寡人与他的棋局，你已经出局。范蠡带着满腔的不甘与屈辱，领着甲士缓缓退入黑暗，将整个响击廊留给这对最奇特的敌人。美人夫差的声音如同鼓钟，在夜色中嗡嗡作响。你的舞在淡粉纱衣衬托之下，今夜才算是精髓。西施没有回答，她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。西施瞥了一下身上的淡粉色纱衣，那是她跳舞时最吸引人的服装，但她知道今夜的对话不会太多，剑会说出一切。夫差笑了，那是一种猎人看到完美猎物时的笑容。他不再多说一句废话，猛地将手中的干将剑插入身旁的廊柱之中，发出嗡的一声长鸣，然后对着阴影处打了个响指，唰唰唰，数10个黑影从回廊4面8方涌出，他们手持奇特的网和短戟，身法诡异而有默契，一看就是专为围杀顶级高手而设的死士。他们不是范蠡带来的甲兵，而是夫差真正的底牌，王驾的影子。没有欠降，没有选择，只有最纯粹的杀意。夫差要的不是臣服，而是要亲手折断这只野猫的利爪。西施的心在那一瞬间反而彻底静下来。
所有的幻想，所有的犹豫，都被这毫不留情的杀局涤荡干净。他明白，对霸主而言，任何不可控之物，最终的归宿都只有毁灭。他的禅不是放下，而是在绝境中爆发出最璀璨的生命力。西施动了，他将范蠡手中夺来的剑猛地掷向回廊的阴影深处。血团！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呼唤。那柄剑并非为了伤敌，而是一个信号。几乎同时，一道雪白的闪电从阴影中窜出，正是那只一直隐藏的白猫。此刻的它与平时判若两猫，血团的四只爪子都套着特制的闪烁着寒光的微型利刃，如同4把随时可以出鞘的匕首。这才是双书计划真正的后手。西施是刺客，而白猫是他的嫁妆，也是他的武器。白猫在空中接住飞来的剑，用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将剑踢回给西施。一人一猫在这瞬间完美配合，剑再次入手，西施的气势攀升至顶点。杀！夫差的声音冰冷，不带一丝情感。死士们动了，他们结成战阵，大网如乌云般罩下，短戟如毒牙般刺出，封死了所有角度。西施的剑舞在这一刻才真正展现出恐怖的全貌。剑光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他的剑不与敌人的兵器硬碰，而是如灵蛇般游走，总能找到盔甲最薄弱的缝隙。每一次出剑都伴随着一声短促的闷哼和一朵飞溅的血花。甲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他们甚至没看清剑从何而来。这不是战斗，这是一场单方面充满艺术感的屠杀。但死士的数量太多，配合太过精妙。一张大猛兜头照下，西施腾空避过，却有3只短戟从下方刺向他的落点。就在这时，那道白色闪电飞至，白猫如同鬼魅贴地急冲，小巧的身形轻易穿梭在敌人脚下。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是在交错而过的瞬间，用爪上的利刃轻轻划过其人脚筋。几声惨叫打破死士的沉默，3名死士腿部飘血，应声倒地。原本天衣无缝的阵型出现了一丝破绽，这稍纵即逝的破绽被西施完美捕捉。他落地翻滚，剑光如一轮弯月，贴地横扫。又是数名死士倒下，他与白猫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一个主攻，一个辅助，一个吸引正面火力，一个破坏阵型根基。他们的配合超越了语言，超越了战术，那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默契。夫差站在廊柱旁，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凝重。他看着一人一猫，如同观赏一场最狂野、最血腥的舞蹈。他终于明白，他试图驯服的根本不是一只猫，而是一对诞生于杀戮的共生体。西施在战斗中受伤，一只短戟划破他的手臂，鲜血染红了纱衣，却反而激发了他更深层的野性。西施不再闪躲，而是以伤换命，剑招变得更加狠辣决绝。响击廊上铜铃在激斗中疯狂作响，奏出了一曲混乱癫狂的死亡交响乐。终于，最后一名死士倒在了血泊中。西施拄剑而立，浑身浴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白猫回到他的脚边，舔舐爪上血迹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整个回廊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。西施抬起头，目光穿过血与火，再次与夫差对视。夫差缓缓拔出廊柱上的干将剑，一步一步向他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禅机出现了。白猫突然弓起身子，对着夫差身后的黑暗发出了充满敌意的嘶吼。
西施心中一凛，顺着雪团的视线看去，只见范蠡的身影出现在阴影的边缘，他手中握着拉满的弓，箭头正对着毫无防备的夫差后心。勾进的星箭原来不是刺客，而是范蠡自己。他要借吴王与西施两败俱伤之际，完成这致命一击，母场再一次降临。西施此刻面临着终极的选择，让夫差死，他便可脱身。但看着他即将倒在最卑劣的背叛之下，西施体内的野猫本能做出了最迅速的反应。西施没有呼喊，没有示警，而是用尽最后力气将手中的剑奋力掷出。剑的目标不是夫差，也不是范蠡，而是夫差身旁廊柱。当长剑撞柱，发出巨响，夫差本能回头。就在这一刹那，范蠡的剑离弦而出，噗，利箭射中身体的声音。夫差因为回头避开了要害，箭矢只射入肩胛。夫差怒吼一声，反手一剑将偷袭的范蠡逼退，而西施则趁着这千钧一发的混乱，抱起白猫，撞破回廊的围栏，纵身跃入下方漆黑的湖水之中。数年后，吴越重燃战火，但是在无常历史的洪流中，最终被崛起的楚国双双吞并。历史车轮碾碎了所有的野心。远离江南的某处水乡泽国，溪流潺潺，一个布衣女子坐在溪边青石上，身旁放着装满洁白纱布的竹篮，她正专心浣纱，动作轻柔而娴熟，仿佛已经做了一辈子。几只活泼好动的小猫在她脚边追逐嬉戏，其中一只雪白的老猫懒洋洋趴在她的膝头，打了个哈欠。路过的渔夫看到这一幕，感叹一句：好一个自在的浣纱女，身边的猫儿真多。美女闻声抬头，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平静而温暖，眼中依稀还能看到一丝属于野猫不曾被岁月磨灭的狡黠禅机。她的人生经历了最极致的无常，最终回归了最简单的日常。